习惯性的骂员工的天生的命力是负罪感了，我相信它不会消失。你马上就会发火。要学会情绪稳定，情绪它本身不带来伤害，内心里面心乱如麻。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海阔天空，一切都是命。大家好，我是道元。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道元老师啊，九子离火运里面呢，很多人讲修行啦，讲修道啦，讲察觉啦，都会说我们不要被情绪所牵绊，要学会情绪稳定。但是啊，我发现很多人是表面上很稳定，但是内心里面心乱如麻。情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自己跟自己内耗的问题，也就是心出了问题。没错，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负面情绪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为什么总会被它所困扰。其实实际上它就是我们自我的触发的我们的这个保护意识。比如说，我打你了，你马上就会发火，你本能的就会发火，这是本能，那这是一种他打我一种防卫机制，所以我就有脾气了，这情绪就来了。对，如果这种暴躁的人，他直接跟你对打了，他情绪得到释放了，他没有内耗，那还有一种是我内心里面很胆小，你打我，但是我的脾气没有发出来，不敢反抗，就会压抑在自己的内心。那道元老师啊，像你给那么多的企业家啦、上市公司老板啦，给他们做过一些咨询嘛，对，然后指点，那有没有那种特别情绪稳定的，或者说有没有那种情绪特别不稳定的？很多大佬啊，习惯性的骂员工，习惯性的去这个指点江山，是吧？能不能分享一些这种案例？一般都是一些独角兽，或者一些上市公司的老板，对。那么他上市公司的老板，他又分为两种人了，一种人是他真的是兢兢业业做自己的企业的，另外一种是通过特殊手段上来的，他不是来做企业的，他是来把这个企业当成他赚钱的工具的，就他们所面对的东西就不一样，要把公司当成使命感的，他的情绪的这种波动更多来源于说社会的责任感，就是感觉他身上的压力很重，压力很重，就是我怎样把员工带到更高的高度，我怎样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大的这种影响。前段时间看到刘强东，对吗？他就说京东快递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唱了那么多，他的这种压力或者内心里面焦虑的东西，就是他如何承担这个社会的政治责任。那积极的去面对这个压力，然后做一些事情来去抒发他的这种情绪。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压力很大。他找我的话就是，段先生，我买这家公司以后，他能够给我带来多少利益？那就很直接了，很直接啊！我怎样以最小的钱，去博得最大的收益？怎么来运作这些公司？对，那我会反问他一个问题了，钱真的这么重要吗？那他会说，那当然了，资本就是嗜血的，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商业逻辑就是逐利的，刚才说的第二种人，他是纯粹是利益获取嘛，利益获取。那么他从别人身上获取或榨取了一部分利益，我相信他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焦虑啊，或者说负罪感啊，或者说是不是会认为，哎呀，我是不是从别人那里拿到了他的东西？那么久而久之，积压在他内心这种情绪和压力，我相信他不会消失。老摩根，他已经富可敌国了，对，他为什么用那么积极残忍的方式自杀呢？就是他原来在赚钱的时候，他是不择手段的。他原来在这个追求财富的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觉得是个问题，对，自己是对的。当最后他察觉到没办法面对这个世俗了，他否定了之前所有自己认为自己的成功或者是这个丰功伟绩，所以他才会决然的放弃自己。假设摩根的创始人他有机会跟你接触，能够对话，那么你能够察觉到他这种内心的压力，你会怎么帮他去缓解？我们玩家有个老祖宗叫王通嘛，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止学》嘛，止学，因为人对欲望的追求是无穷无尽，可以无限制的，怎样才能做到适可而止呢？他需要智慧的，他需要修为的，他需要修养的，也同时需要格局的，我会跟他讲的中国人的思想体系呢，讲留余了，留余，留不尽之桥以还天地，我很厉害了，很厉害了，但是我还要留一点点智慧给这个天地，就不要用尽，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我就是能享尽不尽的福，但是我也还留一点点福，给子孙后代，对，给子孙后代，
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我可以拿到这个朝廷里面最大的俸禄，但是我不要，因为还是要还给朝廷，你看他要对天，对，要对君王，要对自己的子孙，对留余地。所以如果你不留余，做到极致，凡事太近，缘分势必早尽。如果跟他，能够对话的话，第一个就是告诉他适可而止，第二告诉他凡事留有余地。其实屏幕前或者说这个社会上面，可能有很多类似他的人。那其实我们也想让大家能够明白，留给别人余地，其实也是给自己留余地嘛。是的，因为天道既满嘛，人道既全。那道元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这种具体的方法，就是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屏幕前的观众，假如说我觉得自己有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找到这个情绪的一个根源，而不是停留在所谓的愤怒啊、狂喜啊或者悲伤。出现内心里面的波动，我们只要察觉的波动，不管是悲伤的、痛苦的，还是愤怒的，不要去做任何的这种决策性的事情。因为你在情绪下面做的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错误的。其实情绪它本身不带来伤害，而是情绪背后你做出的决定才能带来伤害。比如说我愤怒了，我拿刀砍人，愤怒并不对别人造成伤害，也不对自己造成伤害，但是愤怒冲动之下造成的事件，给你带来的伤害。察觉到自己的情绪以后，不要做任何的决策性的事情，这是暂停下来。第二个是，当然了，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深呼吸啦，思考一些向往美好的东西啦，比如说我们的道家里面的一些咒语啦，是不是？比如说这个静心咒啦，你念一念啦，你实在不行你就念。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海阔天空。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对话了，然后强制性的调整自己的这种情绪的问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了解情绪是个什么东西。情绪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人悲伤，你不可能一辈子悲伤吧？比如说我们曾经，或者是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亲人，或者是在你生命中影响你的好友、贵人，跟你朝夕相处的人，他如果离开你的话，你会很痛苦，你会很思念，你可能难过1个星期，你可能难过1个月，你不能难过10年8年。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一个男子他的妻子去世了，然后他陷入了极度的悲伤，然后甚至于产生了幻觉，觉得他妻子还是一直在身边，导致他的这个男子的父母，包括他这个自己的小孩，都遭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伤害。对，那我相信这个社会上面肯定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嘛。那就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了。对，就已经压抑到病。有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自拔，对，没办法放下了，没办法放下，对，他就形成这种病理的这种状态了。那么如果是这种病理的这种状态情况下面的话，那就要积极的配合治疗了。科学的话就叫心理学了。对，那如果你用玄学的角度上，就是你的八字里面天生就带这个事情。这个国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或者说给他一些解决的方法？那妻子离开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妻子这个阴灵不散，然后呢一直在给他做灵魂的对话？这种产生给他没办法放下的。但如果他知道妻子已经投胎了，如果他知道自己妻子已经很好，去到了西方的极乐世界，去到了我们东方的这个东极妙元宫，那我相信放下，他会放下。所以我们从道家里面呢，用法术其实可以跟他去解决。法术，对，法术解决。第一个，我们可以把他的妻子送入轮回，斩断他这个阴阳两界的这个缘分，是吧？因为人鬼殊途，那么从术士这个角度里面，你要增加自己的能量了。就比如说他的五行能量属木，身弱，官杀重，或者财旺，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八字，他是丁火命，丁亥日元，八字极弱，但是财很旺，一财独斗，地支亥子丑又形成了官杀，这个官杀很重，来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就会压抑啊。那道元老师最后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能够帮助到他？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要独用甲木，然后他说我找很多大师看，我用丁火不可以吗？丁火当然可以，但是丁火没有甲木俱生，这个丁火也没有用啊，也不通根啊，对你帮助没有多大，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远水解不了近渴。他说我那些风水师都看，甲木不是一定要跟己土在一起吗？甲己合啊。我说人是贪生怕死，我们的五行是贪生忘克的，甲木看到丁火是第一时间就是生，比如说甲木在这里，
己土在这里，丁火在这里，甲木第一件事情是生丁火，他不会去克己土的，木生火是第一个选择，第二步选择才去合，贪生旺克，五行的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相克，所以很多人他们算八字，他们为什么有时候看不准确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点，判断的角度不对。所以说在这里我要帮道元老师总结一下，就是说，假如说这一个人他可能有情绪的问题，第一个可能要求助于这个心理医生了，从科学的角度。那从我们这个国学的道家的角度上面来说，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八字分析，然后找到他的这个喜用神，然后如果说问题比较大，通过风水，通过改运的方法，也是可以帮他改。任何的情绪问题，实际上都是你的天生的命理失衡。但今天很多的我们的抑郁症患者或者情绪有问题的，都是什么？都是克身、泄身、耗身、克泄耗太厉害。我们讲，一切都是命。那也感谢道元老师本期节目的分享了。那如果喜欢我们本期节目内容的朋友们，请大家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也很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这个八字和自己的问题在我们频道下方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定期的抽取一些这个幸运观众，我们来解答你的问题。好，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